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的大主題，我們會來關心這一次北京一次亮了3張它的大王牌。今天會來關心3個大王牌，包括了巨浪3飛越了太平洋。第二件事情，096接下來可能會瞄準美國的本土。第三件事情，中俄聯手打造的新核威懾。這個時候，美日最擔心的海底核反擊時代正式到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先歡迎我們的到場來賓，前成功旗艦長黃鎮輝艦長。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密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前一樣，我們的動作都一樣哦。先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並且呢按下分享的鍵。那可以留言寫下思密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做回復。看到熱推薦，提醒觀眾朋友一樣幫我們按下熱推了。那麼歡迎觀眾朋友呢加入我們的環球大戰線的這個主頻當中的會員頻道，按下加入鍵呢就可以先加入，並且呢享有這個會員優先，不管是可以做 Q&A 的提問，或者是看到在裡面有更多深入分析的文章等等，都可以搶先看。好，今天節目趕快來關心到的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北京出的3張王牌，事情就是發生在7.7事變週年的前夕，中國大陸突然間又有一張震撼全球的戰略王牌了。這一次是來自於大陸官媒罕見的證實，解放軍的戰略核潛艦完成了它的潛射洲際彈道飛彈的試射，外界關心主角就是它了。巨浪3，好，是不是做了一個試射？這一次的試射範圍，我們從路徑來看到這張地圖其實非常的遠哦，一路是這樣子往這邊飛越了太平洋，那射程達到了超過1萬公里，不只是武器的試射，被視為是向這個全世界展現中國大陸最新的海基的核威懾的一個能力。而我們來看到巨浪3為什麼成為全球多國的一個新聞頭條，就是因為它的這個核威懾能力真的相當的驚人。我們先來看到它的小檔案，最大射程1.2萬公里，它可以搭載的是多枚的分導式核彈頭，而且具備反飛彈系統的能力。關鍵點來了，過去呢，核武的主力在中國大陸還是主要是依賴陸基型的洲際飛彈為主。它的缺點就是說，如果固定它的發射陣地的話，很容易被發現，就會遭到先制打擊。那麼，所以呢，我們看到，如果是藏在海底的這一款海基型的話呢，它就是可以從海底來做發射，做這個反擊。也就是換句話說，各國最重視的第2級的能力，中國大陸剛好欠缺這一塊，現在等於補上了這個能力哦。也就是說，未來大陸的本土如果一旦遭到打擊的話，它是可以做第2級的回復的，從海底發射它的飛彈來做反擊。外界普遍認為，現在看起來呢，當時呢完成試射，幫助它的就是094A 這一款戰略核潛艦。好，094A 小檔案也帶觀眾朋友來看一下，它已經大幅改善了，包括在噪音啊、通訊跟它的作戰能力，可以搭載12枚的巨浪系列的相關的飛彈。但是呢，我們看到094現在看起來真的是很讓美軍緊張，但是真的讓美軍最緊張的大魔王，現在被視為我们今天節目也會特別來討論的，就是這款096型的戰略核潛艦了。我們把096再跟094A 做一個比較，它的艦體的體積又更大了，重點是更安靜之外，隱身性還變得更強，甚至它不僅可以搭配巨浪3，未來如果真的成功可以搭載巨浪4的話，那最可怕的事情，它就是可以直接威脅美國的本土了。再來，它的攜帶的洲際彈道飛彈，我們剛剛講094A 是12枚哦，096的話，它來到最多可以高達24枚。換句話說，中國大陸正在建立的是全年天候的全球部署，這種海基的威懾體系正在往這個方向做邁進。美國的將領說，這個是史無前例的災難，如果這件事情真的發生的話。好，所以在巨浪3完成了實彈的射擊之後，我們看到東京市立刻收到了通知哦，幾乎這個會威脅到日本的安全。如何看這背後的意義？再來，我們剛剛講到巨浪3，甚至提到了巨浪4，我們請艦長就射程、突防能力跟它的核打擊範圍提升，對於美國、日本、印太的威脅有多大，來做一次比較深入的分析。這個自從人類發明核彈之後啊，這種戰略武器啊，實在是讓大家都非常的驚心膽戰。
假如我們要說到現在發展到現在，它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說，如果我要今天衡量這個，好比說這個戰略核導彈，你說它厲不厲害的最重要的一個，我先跟你講，是去攔截它的難度，攔截越難，它就越厲害。你第一個先看這個東西，從這個觀點看，你看啊，好比說現在有3種發射方式嘛，第一個陸基，那陸地哪裡發射你大概知道吧？一起來你也看得到，所以基本上陸基是最脆弱的。第二個脆弱的是哪裡？空射，空射不可能是一個小飛機帶它，一定是这種長程戰略轟炸機啊，像 B-54，那個也是一個大家伙，在天空，你也可能看得到它。你知道誰最困難？潛射的，你怎麼知道它在哪裡？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哦，所以你就知道第一哪個最困難，防範。這個叫做潛射。那很多人在講說這個核的當量多少啦，我們有多少枚啦。其實我從來覺得那都不是一個重點。我舉個例子，我今天拿一個槍對着你，跟拿一個超級的那種火炮對着你，你都是死。你會覺得哪一個重要嗎？不重要的。我今天核彈，如果我有個10枚、100枚，我足夠消滅你國家了。那我要幾千枚幹嘛？我要幾千枚幹嘛？要消滅世界地球幾遍嗎？所以。這只要到達一個數量之後，其實它就達到了一個恐嚇的效果。所以第二個，你知道數量不是很重要的。那第三個，精準度重不重要？那個核彈一炸下去，炸了一個城市沒了，精準度有什麼重要的？对，我炸在紐約哪裡都一樣，我炸在紐約的港邊，這個紐約市大概也毀掉，所以精準度也不重要。那至於你說射程對陸基很重要，對空射的很重要，對潛射重不重要？潛射會跑到你家門口去了，你也不知道在哪裡，所以。潛射的它本身的隱匿的程度很重要，就跟我們講的洞溝4、洞溝6，它是不是很隱匿？如果它的隱匿程度優於別人，它就具比較高的優勢，這是一個。但是這一次我先講，像這種很遠的叫做戰略導彈的試射，通常都是啞彈，就打下去就是一塊鐵，什麼都沒有。那大部分的國家它不會朝一個挑釁的方向去打，北韓例外。北韓為什麼例外？你知道？北韓太小了，它往哪打？他怎麼打都打出去了。大部分的國家，美國也好，尤其中國，它都是在從一邊打到一邊，然後那是一個啞彈嘛，掉到也許一個沙漠裡面，然後就算我舉個例子，它的距離只有這個6000公里，好不好？它可以往高打。那所有的計算就是說，哇，你這個打這麼高下來，那我稍微調整一下角度，就證明了我可以打到1萬多公里。那為什麼要證明我能夠打到這麼遠呢？這就是所謂的嚇阻。什麼叫嚇阻？嚇阻第一個，你就是要有能力證明我有這個能力啊。第二個就是我溝通，我告訴你我可以這樣子。然後第三就是你要相信我，在必要的時候我會打。這是這幾個這個東西。那這一次的洞溝4發射的這個導彈有一個特殊之處，我就在講，以往一定在內陸朝內打，或者海上打到它的沙漠，它很少往外打。那這一次完全是在往外打。你就是他現在這次真的在做一個恐嚇嚇阻的一個動作。那為什麼最近真的比較亂？為什麼最近比較亂？推究其最終的原因就是美國要失去老大的地位了。為什麼美國失去老大的地位會很亂？就好像一個社會，好，台北市原來有個黑道老大教父，哇，他一言九鼎啊，這個我說什麼就是什麼。結果我現在要失勢的時候，我要調的時候怎麼辦？就亂了，底下就開始大家都在爭。然後原來的受美國保護的就在想，哇，他保護不了我了。像日本就開始動作很多了，你知道？像北約可能也有很多動作。這就是當一個老大要失去他地位的時候，全球是一個動亂開始。我預估這個狀況3年5年大概都跑不掉，不可能恢復到很久以前的那種平靜的狀態。好，這個是中國大陸的政治動作背後軍事動作背後帶有這個政治上面的意涵。那剛剛艦長幫我們解析了，包括這個巨浪3它的威力哦。那這一次呢，它試射搭載的是094A。不過我們剛剛也講了嘛，我們也會來探討一下，那096跟094A 他們是否能讓中國大陸建立所謂真正純熟的第2級能力？那接下來如何改變中美在水下的這個戰略的平衡？那幹哥怎麼看？好，他在这個7.7事變的前夕發射了這一枚巨浪3型，一定有它的意義在。通常我們必須要知道，中國在真的告訴你我有這個東西的時候，其實它下一代東西已經開始在做了。也就是說，我現在打給你看的意思是說，這個早就成熟了。所以巨浪3型的意義非常重大。它的
打擊範圍可能到12000公里的話，那代表華盛頓也在範圍之內。事實上，剛猶如艦長所說的，老實講一句，我是告訴你，我打得到你了，你知道就好。所以美國海軍將領會說，這是史無前例的災難。你知道為什麼嗎？巨浪3型的前身巨浪2型，它只能打8000公里。當時在驗證上面，美軍在智庫其實是在觀望的，他不認為他們的這個就是重返大氣層載具，叫做 MIRV 啊。這種東西能夠打得那麼的遠，或是打得那麼的準，其實說句實在話，到進步到巨浪3型的這個過程中，五角大廈跟美國國防部高級計劃局 DARPA 他們都非常重視這個東西的，都一直在觀察。你到了什麼階段？其實遠在大概7、8年前，就已經在海南島的三亞看到一艘船，這艘船為什麼跟你現在的094叫做晉級，就是我們春秋時代的那個朝代叫Jin class 啊，看到比這個晉級還要大的船，這是什麼啊？當時不能夠確定，現在我們終於能夠確定，那就叫096。也就是說，你有晉級的時候，其實已經讓西方很緊張了。為什麼？因為那是中國第一次成熟的攜帶遠程打擊飛彈的戰略飛彈的那種大型的潛艇的時候，大家就知道說中國的核子打擊能力已經不一樣。可是你又出了一個更新的叫096的時候，那就更害怕。但是這麼多年都沒有公布，那我現在也不公布給你看，我就打一顆巨浪3型給你看，你就知道了。然後它叫什麼？它現在最新的稱號叫做096，叫做唐級，唐朝的唐，也就是我們都是用中國的這個戰略潛艇跟核子潛艇都是用朝代為分別的。不過這個巨浪3型，我坦白講一句，它當然要比巨浪2型來的大啊，它的裝藥要更多，然後它的攜帶的多彈頭要比巨浪2型來的多，所以每一枚都有10個彈頭，每一枚有10個彈頭，就是可以對付10個都市、10個目標。像艦長剛才講的，你要那麼多核子彈幹嘛？沒有，我們現在把它分到這個彈頭上面，可以打10個。可以從第1個華盛頓、第2個底特律、第3個紐約等等算下去啊。所以一艘如果它帶有16枚的話，它就也可以攻擊160個目標，那不是整個美國都完蛋了嗎？對，可是你要反過來講，美國也具備同樣的能力，對，了解了嗎？俄羅斯也早就有這種能力了，那叫做保證毀滅。所以我們096現在告訴你它已經出來了之後，就代表說，對於美國海軍是一個災難的原因是它更安靜，因為核子動力攻擊潛艇或者是戰略潛艇最害怕的就是什麼？就是被敵人發現。所以在靜音下降，啊，它更安靜、更不被敌人察覺的情況之下，它現在已經降低到聽說90分貝以下了。那通常來講，以前的晉級潛艇達到115分貝，我可以告訴你。它聽音器一放到水裡就聽得到了。現在你是很难去分辨它究竟它是一艘潛艇，它還是一隻鯨魚。那個鯨魚勢必是很大，你必須要分辨出它是什麼。所以這就是美國海軍真正的擔憂。這一枚飛彈打出去，後面的意義代表非常多。好，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中國大陸正式的讓外界已經宣告了他們擁有了這款巨浪3洲際彈道飛彈做這個政治意味的宣示。那其實呢，美國看在眼裡，非常的擔心之外，其實呢，他們現在也非常的擔心，就是因為中國大陸它的這個潛艦的產量正在全力的展開當中。那麼包括他們做了一個統計，現在呢，他們美軍指出，中國大陸的3大造船廠當中的核潛艦的產能已經大幅的提高到3倍以上了。所以現在也做了一個預估從現在開始算到2035年，他們會擁有大約是40艘的核潛艦。那美國現在核潛艦的數量雖然比中國大陸來得多，現在達到63艘，但是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他們造得很早，所以呢，他們正在老化，那很快的就會有許多艘必須要退役。那麼預估到2030年，他們的這個核潛艦的數量就會降至到只剩下47艘，已經快要跟中國大陸差不多了。另外一個是來自於英國智庫也做了一個示警他們講說呢，在2021到2025
年期間，中國大陸下水的核潛艦有10艘，那麼美國在同期間只有7艘，所以這個速度上已經可以看出這個明顯的差異了。不管是在造艦的速度，或者是在造這個它的造艦的這個總噸位上面，都是超越美國的。那除了美國要擔心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威脅之外，還要擔心中俄會不會同步對他們造成威脅？因為最新展開的這一場海上聯合2026軍演是中俄在青島正式展開的，接下來會前往到太平洋進行聯合巡航。另外一方面，俄國近期被路透社報道說，派了他們的官員高層官員到中國大陸去參與核生化的防護訓練，所以美國要擔心的不止中國了嗎？還有來自於俄羅斯的核威脅嗎？尚志哥怎麼看？首先，這是由潛艦所發射的這個巨浪3，我們都看過什麼呢？在去年的93的北京閱兵的時候，大家有看到一個非常長的，就是它的巨浪系列，是它其實已经展現出来。那麼這次呢，這個試射部分讓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部分的威力。其實當然從美國這個它的同盟的角度來說，當然是一個巨大的威脅。可是實際上，我個人覺得我們要注意這一次的部分的对比哈，對比上次東風3.1的，這是已經是2024年9月。那時候的部分發射，其實那一次才是震驚四座的那應該可以算是21世紀中國大陸的真正導彈能力都傳說，所以那一次打的，我覺得才是真正的厲害的。而且當時是因為是在9月24號的時候打完之後，後面馬上就是中國大陸11國慶，所以習近平後面就針對這個延伸的這個氛圍，全中國都在熱烈的震動，而且很開心，而且很驕傲的時候，他強調的部分還是台灣問題。而且在之後不久，馬上在當時王毅跟布林肯也又針對了台灣問題，是包括是中美之間的紅線，也在10月的時候繼續延續下去。包括後來中國大陸國防部的記者會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也還在談台灣問題。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來看巨浪3這次發射，當然不會只有台灣問題，可是它一定涉及到台灣問題，所以我們要注意它的時間點。首先呢，這次我們都注意到它是在7.7事變的這個紀念日前發射的。所以呢，雖然其實中國大陸說它沒有針對這一次是沒有，它重申沒有針對特定的國家跟目標，這就是他們一個定期的演練。可是我們都知道 timing 這件事情嘛，他們上一次的東風31那個 timing 也是一樣，在國慶之前打，所以這在7.7事變之前打，7.7事變什麼意思？當然是對日本，所以日本當中跟美國跟台灣之間的意義其實還是深遠的。而且我要強調的部分，這個時機點你要倒推，大家注意7月6號的部分打這個部分的巨浪3，6月30號的時候，王毅才跟盧比歐通了電話，針對台灣問題，其實是可以說是給出了非常嚴厲的通牒特別是從王毅的角度。好，在此之前，這是6月30號打電話，6月22號的時候，中國大陸公布了對於以美國軍工業為主的有10個部分是跟日本一樣的10家，這裡有10家是特別當中的無人機，很多都是跟台灣現在軍售有關的東西的。美國的軍工業採取了最嚴格的軍民管制，什麼都不給了。還有46家，美國包括洛克希德馬丁的是什麼？你不能碰參與中國大陸政府的任何直接間接的標案，就是你不能賺中國的錢了。好，你看一下這個時間，6月23號對於美國軍工業出手，中國大陸56家加起來。6月30號，王毅跟盧比又談台灣問題，然後7月6號的部分發射這個有巨大威懾力的這個巨浪3，所以呢，很多的意義上，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這個時間點，而且中俄之間的合作是什麼呢？因為最近都知道，烏克蘭最大的無人機攻擊式長程無人機的跑到日本，跑來台灣的台中，跑去菲律賓，到處在講他們要技術輸出、全場輸出，也就是說，俄烏當中的這些，特別是傷害俄羅斯最近的這個無人機最大產業跑來亞洲地區說3道4，包括中國大陸這2天宣布對於歐洲像土耳其當中的無人機的小的零件要開始進行管制，所以這裡頭中俄之間因為這個部分的擴散性，乃至在整個亞洲地區地島的聯動性，我認為都要一起考慮在這個巨浪3前後還有接下來的影響的部分的觀察的這個架構當中。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
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製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我們接下來關心何庭波放大絕了。這一次呢，我們先前談了非常多有關於華為的韜定律，但是當時都是理論，今天已經成型了。因為呢，來自於華為的韜定律有一個論文 V2 進化，說有一個實測的數據正式的曝光了。那麼等一下我們也會來關心到是華為的新晶片這一款麒麟2026，性能已經爆衝，而且功耗還是降低的。難道艾斯摩爾的 EUV 神話會徹底崩塌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過去50年來，我們知道這個全球半導體都在遵守的是摩爾定律。大家非常在意的事情就是這個電晶體要越塞越多，而且呢，這個先進製程要這個往更先進的方向去走。從28奈米一直進化到現在，我們在談不管是3奈米、2奈米等等，好像誰掌握先進製程就掌握科技主導權。但是華為呢，我們今天要特別聊的這個韜定律，當然是已經徹底的改寫了這一切的規則，並且呢，美國先前卡關中國大陸的 EUV 設備，現在華為也說，也沒關係了，反正我們有一個韜定律的技術。好，最新勁爆的消息要帶觀眾朋友來看到，就是在7月4號這一天了，華為半導體的業務這一位是他們的業務總裁何庭波，正式的發表了這個韜定律 V2 的一個論文，這個當中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因為它不再只是一個韜定律的概念而已，它首次公開就是實際的一個工程細節。好，什麼細節呢？就是它是一個邏輯折疊的技術哦。華為過去呢，我們知道這個摩爾定律的概念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把這個城市蓋得非常高，但是新的這個概念呢，就是新思路是把城市往空中來做發展，也就是透過一個3D 的架構，把原本平面的電路變成折疊起來，提高整個空間的利用率，這是華為所發展出來的。所以過去美國跟台灣不斷的在追求在奈米先進製程上面要一決高下，現在直接轉成從先進製程轉為這個架構，我們剛剛提了嘛，架構的這個競爭當中。所以我們立刻來看到實際運用在晶片上面，對於性能有什麼樣子的提升呢？把華為最新的這個麒麟2026，接下來會使用的是邏輯折疊技術的這一款晶片，跟它上一代的麒麟9030 Pro 晶片做相比，有3個它的大優勢，包括電晶體的密度大幅提升了55%，CPU 的核心頻率提升13%，重點是功耗還降低了大約40%。那麼也來看到這個韜定律 V2 的幾項關鍵技術，等一下我們也請來賓幫我們就細節做一個比較詳盡的解析哦，包括它最得意的就是它的3D 的堆疊技術，然後也有使用混合的鏈合技術，更細緻的晶片設計跟導入了 AI 來幫助晶片做設計。那這一次華為的韜定律 V2 奈米戰進入到架構戰，是不是也代表說從理論走向實作的驗證呢？那上次哥怎麼看？好，這一次這個韜定律的 V2 它在中研院他們的中科院發布哦。所以它不是過去在這個所謂產品發布會上是個商業性的，所以它不只，所以它意思表示在商業性當中，同時兼顧了這個所謂的學術性。那我們看了這個部分的內容，還有我們現在看這幾天當中評價，基本上簡單講就是它把整個作為華為相關的這個晶片，它強調的是它的這種時間的縮放哈，就把控制時間每一個迭代繼續生產推出新晶片的部分的時間，變成是可以計算哦。跟現前過去以台積電或西方國家的過去傳統的這個最新的晶片技術，它是一個幾何，它是一個空間，就是不斷的縮小，摩爾定律是不太一樣的。而這裡頭產生的部分呢，就變得可驗證。簡單講，我就有幾個4大特色。現在韜定律 V2 裡頭，首先第一個是對於華為晶片，他們自己本身有個邏輯架構的晶片設計，變成是可以驗證，甚至可以推算，甚至可以預期。這裡頭它特別厲害的地方，我認為大家都效能都會增加嘛，比如它增加13%。可是呢，華為的這個韜定律的晶片，未來它主要是能耗，它的部分能源可以節省，省到再去掉，省到40%以上。每一代的晶片都省，每一代的晶片都省，這個還是很嚇人的。除此之外呢，華為自己本身的這種所謂3D 的這個架構堆疊，好。
講到這裡頭，現在全世界的晶片都在堆疊，包括台積電宣布的這個 SOIC 的 SOIC 技術也都是堆疊，大家都在堆疊。然後只說台積電現在來講，3奈米、2奈米，每一個都已經2奈米，2奈米再堆起來的部分，它當然更厲害了，相當厲害。可是堆起來又2奈米，它就牽扯到散熱問題。能耗的問題，所以我們講這是台積電又厲害又得要面對問題。好，但是在華為這個晶片裡頭，它的3D 堆疊，剛剛講，因為它的能耗能夠減少，就它很獨特的這個地方。再加上華為自己本身，它現在的這個所有的運算的架構，包括晶片本身，晶片不是只有這個硬體哦，它本身裡面還是有一個軟體架構。所以像輝達的 AI 晶片就有他們自己的架構。所以華為這邊有它自己非常獨到的架構，而獨到的架構就跟歐美的輝達的台積電的專利一點點都沒有關係，都他們自己的。好，而且這裡頭饕餮力出來之後，第4個它的特色是什麼呢？它是全晶片都可以做，半導體晶片、AI 晶片，你能想象的，它全部都可以做。因為有時候一個東西你只能做特定的嘛，因為我們都知道，過去半導體晶片跟 AI 晶片其實不太一樣。過去大家都覺得，你真的華為能做 AI 晶片嗎？你现在不是要用半導體晶片嗎？就發現都可以做。所以我們現在來了解，就是說以饕餮率這個 V2，基本上就是這個4大特色。是，但是這裡頭我認為最大的關鍵要值得注意的是什麼呢？我們就知道。做華為能做晶片，最近大家在討論說啊，你這樣做這晶片，難道不要用到光刻機嗎？華為宣布這個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輝達都沒有評論。因為輝達的衝擊哈，我覺得可以看黃仁勳或整個輝達公司都沒有對此有正面或負面的評論。再加上在華為在宣布這個同時，前幾天我們的節目裡頭提到，華為的晶片昇騰950，特別是它的 PL 系統這一塊的部分，它要在今年下半年就要在韓國賣嘞。韓國是一個 AI 運用非常多的國家，它現在非常只有1/4輝達 H20的價格，而且還是它的1.8倍的這個效能啊，而且還它的 token 啊，它的算力各方面都還要更省，所以華為不只是，所以現在美國政府就是說，你們現在是不是艾斯摩爾是不是有賣 EV 的光刻機到中國大陸？否則華為憑什麼能夠做出這個東西？所以華為這個東西饕餮力不是莫測高深，就表示了這幾年華為不只是在他們的晶片的研究走出一條跟美國、跟台積電、跟三星完全不一樣的路，完全不受他們的專利的影響。在此同時，他們自己即使用 DUV 或者其他的部分，剛剛講3D 堆疊上去的方式，也有他們自己本身的思路、自己本身的專利，而且重點是不是理論，現在都能夠做出來。剛剛講最新技術不斷的論文在發表，讓你看到說哇，原來這麼詳細。這一次公布的不只是這些概念呢，是整個路徑圖已經全部出來。對，所以我們最後要注意的部分是饕餮率在華為主導中國自己本身的半導體 AI 晶片出來之後，而且他說全系列都能做，所以大家非常注意哦，這裡頭就會出現一個東西，就是我們叫做範式轉移，也就半導體 AI 晶片歷經了幾十年，在台積電在美國的這個技術艾斯摩爾，它是一個大的軟體到硬體的結構，但是華為現在在建立一個整體的結構。所以有沒有可能未來的晶片當中至少有2大系統在做，不只是拼輸贏、拼效能的一顆晶片，而是整個產業的部分發展？如果華為這個部分饕餮率當中軟硬體的部分，如同他們現在所發布的一樣，那整個中國大陸的全新晶片的範式轉移、新的結構，而且這個結構是不是接下來要迎接下一代的？大家都知道，下一代的半導體晶片已經都在研發了。那華為現在追都追上了舊的，新的，你覺得它有沒有可能像過去的3G、4G、5G 的系統一樣，也可能會追過呢？好，所以我們看到現在中國華為帶頭，完全在晶片領域走自己的一條路。先前我們談的都是在硬體，現在在軟體方面，華為也自己開創了一條全新的路哦。當然，現在不管是這個輝達，或許也非常的緊張，艾斯摩爾也很緊張嗎？那艦長又怎麼看這個中國大陸屬於自己的一條路？其實中國大陸這次想盡辦法這樣做，當然第一個是大家想得到的，他們被卡脖子吧，你要找另外一條路。但是其實這還是次要的，因為你卡我脖子，我們努力，我終究會突破。他是真正的看到這個晶片界已經到了一個極限了，就是那是物理的極限，你不可能無限的一直縮小嘛。現在已經到了2奈米、1.4奈米，你繼續下去希望怎麼樣？基本上已經結束了，所以他們就開始思考一個，其實我們不是說它有多小或怎麼樣。我們應該是
在乎它最後的結果。我一個任務交給你，多快能夠算出來？然後他們就想，我是不是能夠用另外一個方法，能夠避開原始以前的晶片就是比速度。那我能不能想個別的方法？他們在2018年啊，就由華為帶頭，總共投入了上萬的工程師，都是第一流工程師，在這麼長的時間，大家在研究。第一，他們在找說現在的問題出在哪裡，你知道嗎？就好比說，現在還有很多的工作者，就是 CPU， 我就有個幾千個人在這裡工作。你以為這個系統裡面這些人永遠都在工作嗎？沒有，他大部分時候是閒着。為什麼？我做這個事完畢，我要傳給這個思敏。這個路程中經常被卡到、塞到，因為有好些人在這傳來傳去，他們就發覺，大部分的 CPU 在過去的這些日子裡面，它都在等待。那我們能不能讓它等待的時間變短？如果它等待的時間變短，那我們是不是整個的效能就提高了？知道？他們就從這個方面去發展。我也說了，這麼多年來有上萬的工程師，結果他們想的一個基本的方法是這樣子。如果我們現在也有這個台灣有很多高速公路，1號、2號、3號、4號，好多，但是如果這某一條路塞到，是不是就塞到了？他們就想到，我們是不是能做一個立體的交流道，然後我這高速公路一層層疊上去？好比說我走到這裡，突然塞了，那在這裡有個交流道上去，我可能到上一層，那裡有塞，我可能到又上層。基本上他的想法就從2D 跑到3D，然後架設了很多的這種交流道，然後就疏通了它的速度。我要這個東西，我要傳到你那裡去，它很快會傳到。那以前要經過這裡擠，那裡擠堵，就現在大部分的人都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開始工作。這就是他做的一個最大的一個。那這個東西其實它的一個改變，就像那個我們膠片，當初的攝影的膠片轉到數位，你知道，那是一個劃時代的，一轉過去，原來的就真的是沒用了。那這個東西會不會取代原來的？我覺得還待觀察。是。好，那我們像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我們最後1分鐘即可，謝謝幹哥。其實它這裡面還是有一些像剛才上次所講到，就是說，你如果說你一直在，它現在很簡單嘛，你本來是時間微縮，本來是幾何微縮，那你現在用成時間微縮，對不對？但問題是，如果說你往上疊，就是說折疊架構起來的話，那它一定會碰到散熱問題。對，老實講一句，散熱問題，好像不是現在的科技所能夠理解的，所以何庭波他所講的這個，其實老實講一句，國內的產業科技界曾經有給他肯定說厲害，你會想得到這個。也許真的，我跟你講，電晶體你要再怎麼說呢？你要再怎麼說，你現在已經到1.4奈米，台積電說我2028就可以做了，然後你就想想看，然後何庭波說沒關係，我2031年一定會追上台積電，可是到時候台積電可能就不止了。難道還要比一奈米還小嗎？那人類的技術到底可以發展到什麼階段？我覺得華為他自己走出來他自己的一條路，非常好。但是他有一些基本問題，因為你沒有 EUV 的情況之下，你當然沒有辦法就跟美國那個發展模式是一樣的。对，你要自己必須要建構出一條新的路來走。但是它是不是實際可行之路？其實所有的產業界都在看。不是光是只有華為在拼這個，然後台積電啊，還有三星啊等等，大家都在看，這到底這條路是可行之路嗎？如果它的功耗能夠降低41%，那它換來的代價是什麼？產業界都一定會問這個問題。所以我不認為說這個邏輯是通的，但是在實際的運行上面，能不能達到商業化的要求？不要忘記，也有人提出來，華為現在可以這樣維持它的良率，是因為國家在幫忙。千萬不要忘記這句話。一旦你跳出商業，就說你在商業競爭裡面，你沒有了國家支持之後，你要面對的是什麼？挑戰是不是更大？所以我們應該審慎的再繼續觀察下去。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
好，持續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這一場美伊之間的戰事。川普撂下狠話，他說他1小時就有能力可以炸爛德黑蘭、炸爛伊朗哦。德黑蘭在這個時候只是怒嗆說：“你別痴心妄想。”另外呢，現在被這個衛星給拍到說呢，伊朗正在就他的核設施加固，難道要準備再戰嗎？荷姆茲海峽的部分還有紅海現在也是在雙線開火。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留言來跟我們做分享。如果您認為說這個德黑蘭的動作，他現在正在加固這個核設施，是準備在跟美國戰。那麼，如果您認為是的話，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伊的戰事會趨向平穩，那麼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來做互動。好，這一場美伊戰事，我們有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川普在這個時候放話說，他有能力可以1小時炸毀伊朗，那伊朗則是全面的反擊。我們剛剛說他在加固他的核設施，難道美伊會有下一場戰爭要進入倒數嗎？第二件事情，荷姆茲海峽遭到爆發攻擊之後，沒有想到，紅海現在也爆發了攻擊行動哦，這個是伊朗在封鎖所有的能源命脈，向全球航運發出最後的警告嗎？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如果荷姆茲海峽真的失控，美軍能否付出代價來打通這一條重要的全球能源的生命線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來關心到是美伊停火沒有多久哦，戰火是不是又要點燃？原因是因為川普又在嗆蝦。6日，他對媒體說，我們來看到他說什麼？他說呢，美國要麼你就跟伊朗達成協議，要麼就完成任務。美國還是非常強的。他說，我們可以在1個小時之內摧毀所有伊朗的橋梁，也可以摧毀伊朗的能源上面的供應。結果伊朗是立刻反嗆川普，說他妄想。他說呢，這個如果你要談，就好好的談，不然呢，我們就會跟你奉陪到底哦。再來就是關鍵了，現在伊朗的內部哦，這個對於政府的支持力道正在大幅的提升，因為看到了最高領袖的遺體呢被抬到了這個什葉派的聖城科姆的時候，支持者呢是一路的高喊要這個美國反對美國，甚至他們還說我們要拿下川普的人頭等等的話，大大激起了復仇的一個言論哦。再來呢，來自於美國的智庫所公布的一個最新衛星影像，發現在伊朗的這個核設施有2個地方，第一個是十字號山，第2個地方是在它的另外一個山呢，都被發現在福爾多這邊都被發現有這個施工啊，還有這個車輛進出的一個跡象。難道現在伊朗是在積極應對美軍可能奪濃縮鈾的這個潛在行動嗎？那就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幹哥怎麼看伊朗的這個行動，就是他加固他的核設施的意思是什麼？再來，美伊11日會在舉行的下一輪談判，川普是真的想要打，還是他在為談判增加籌碼？幹哥怎麼看？川普打不動了啦。好，我跟各位講，中情局啊，他們特別注意這6天。這6天是哪6天？就是你知道，哈米尼的遺體啊，你看隔了這麼久，他正式進行國葬的典禮。他從德黑蘭要運到科姆，那這一段路途當中，有多少人夾道去送葬？這很重要。為什麼？代表你美國跟那個以色列當初打擊伊朗，發射了1萬多枚飛彈。我希望你們國內變成實質的變動，實質的政權解體。就算不解體，也要發生革命。這是最大的那個盤算，結果完全沒有。所以這6天下來，如果伊朗的民族情緒，什葉派還是穩穩掌握政權的話，那當初的目的根本沒有達到。為什麼？同仇敵愾還是一樣，對不對？然後現在哈米尼的兒子接班人，對不對？穆吉塔巴他還是一樣做得穩穩的話，那等於當初的打擊都沒有效果。強硬派還是強硬派 ，IRGC 依然存在。所以我問你，川普能夠講什麼？啊，我們就是要完成任務嘛，我們要麼就是達成協議嘛，如果不的話，我就炸他嘛。你現在沒有能力炸了，而且你在國際上的出兵的那個正當性已經完全消失了。坦白講，你完全沒有師出要有名，你現在師出已經無名了，因為你已經打過了，你該殺的人你都殺了。然後你沒有達到你的目的，你現在要再出兵，
你要看他是犯了什麼錯。他如果說今天他在大張旗鼓的去支援那個也門青年運動，或者是大力的再重新武裝真主黨，那個你才會有理由或借口。如果沒有的話，你說我隨時都可以打掉他的橋樑，沒有錯。你有 GBU 57，我們都知道啊。那對於美軍而言的話，那是輕而易舉。可是你出師的名義在哪裡？找不到，不曉得。現在好了，終於我們公布衛星圖像給你看。川普，你可能有辦法從這上面去打他了。什麼東西？納坦茲的核設施又開始重新啟動，只差離心機沒有運進去而已啊。這個倒是可以想一下哈。如果你真的敢這樣幹的話，那川普終於有口實了嘛。十字鎬山為什麼現在開始挖土機在動啊？為什麼這個核設施的隧道口有施工的那個情況？福爾多也是啊，只剩下伊斯法罕沒有開始動工而已。我坦白告訴各位，這些你已知的核設施不可能停下來，也不可能就此埋起來，它一定要復工。不然他們的核設施就完了。一個國家能夠容許他們建立的20-30年的核子運作設備，它裡面有冷卻系統啊，你叫它就廢掉嗎？不行，它一定要維持。還有電路系統，那些東西，山被你炸了、埋了，我們裡面就都不能夠弄乾淨嗎？不可能。我告訴你，任何主權國家，尤其像伊朗這麼大的國家，他怎麼會容許說因為我們要遵守國際原子能總署的規定，所以這些地方我們都因為美國也炸了，我們就廢了、淹埋了，算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會再恢復的。如果川普你拿這個東西當口實去重新再打他的話，也許國際社會還可以思考一下。但如果伊朗沒有很明確的違反這個 IAEA 的規定的話，那我想請問一下，川普你還要打什麼呢？所以這場戰爭真的是白打了。好，所以我們就是接下來要等着說美伊的下一場核談判之前哦，我們看到伊朗用各種的方法繼續的掌握這個它的籌碼。除了剛剛我們特別掌握到的，就是伊朗它持續的在維持它的核設施之外，甚至在加固它的核設施之外，第二張王牌，伊朗的王牌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還不止哦，現在還擴及到了紅海，也變成了它的王牌。那伊朗呢，最近針對只要是通過這個荷姆茲的海峽，沒有經過伊朗准許的話，也會對它開火，其中呢就有2艘商船哦，遭到2枚的飛彈給擊中，重傷哦。所以呢，我們現在也看到呢，有很多的船東現在也開始想辦法說，可不可以用偷渡的方式？他們的方式就是關閉這個自動識別系統 AIS， 然後在夜間悄悄的穿過這個荷姆茲海峽。現在做這種偷渡行動最積極的就是我們要來看到的阿聯哦。所以呢，阿聯呢他就決定說，我乾脆走陸路或者是走紅海好了，就不要去走荷姆茲這一條。結果沒有想到呢，這個阿聯想得到的方法，伊朗也想到了，他就開始對於紅海這邊開火。一艘商船突然間遭到不明的武裝攻擊，被迫發出了求救訊號，等於在中東的2大命脈都被伊朗給掌控。尚志哥怎麼看？好，我們這來看最近美國跟伊朗的態度哈，又好像大家业務雖然沒有撕破臉，可是基本上情勢緊張。很簡單表示現在這個談判其實並沒有順利的談下去。那沒有談下去當中，其實也包括了整個在這個時間點上。當然，現在還有一個東西比較特殊，因為現在美國對於伊朗有60天的這個臨時許可，就表示這60天當中跟伊朗部分相關的一些原油基本上是可以流動的。好，於是在這裡頭60天，你以為是自由嗎？自由的背後很可能的意義其實是失控的。所以在這60天，雖然對伊朗是有更多的空間，然而伊朗為什麼要對荷姆茲抓得更緊，甚至紅海擴散？因為美國這個東西，你以為是對伊朗好啊？大家來好好談判，其實美國還是有很多的謀略，其實伊朗並不知道。剛剛講，如果你好像伊朗可以自由賣油，然後大家也都同樣波灣地區，大家都自由的賣油，所以這裡頭一旦是這樣子的氛圍的時候，荷姆茲海峽伊朗要掌控的那個東西就消失了，而且可以看到大家現在其實都不遵守規則，所以伊朗為什麼要下重手？所以我認為在看待這件事情，要回到現在美伊談判，我們不能說不順利，但是這裡頭有非常多貓膩的地方。比如說最近我特別關注跟涉及到荷姆茲海峽等等的是什麼呢？不是我們現在看到在這個當中的這些船艦等等，是貝森特。貝森特在6月22號的時候接受 CNBC 的訪問的時候，他
哇，你看他那個表情，他那個志得意滿，強調說伊朗即將重回美元體系。它裡頭強調的東西就是美伊談判現在進行了幾個涉及到錢有關的東西。首先包括240億美元當中，美國控制制裁伊朗的錢鎖住。貝森特說，美國要求伊朗說，你這些錢呢，不能買做別的用途，你只能買美國的東西。你買美國的東西之後，大豆什麼之類的，而且要在美國的監管之下用這筆錢。比如說，我說你不能買，你也就不能買。除此之外呢，它超過1500億的重建伊朗的錢，基本上也是全部都是以美國跟歐洲，特別是美國當中的企業到伊朗的裡面去幫你重建。這些重建你也只能買伊朗，也就是說這1500億我不是送給你伊朗，你重建是你都要用我美國的企業，而且我美國企業要大摇大擺的進入你伊朗的國土，更不要說後面伊朗的石油的部分，潛台詞的部分就你要用美元交易。要知道呢，伊朗现在虽然不能賣油，它基本上跟人民幣交易就是跟中国交易了已經幾十年了。而且伊朗的暗網，它國際間偷賣的這些油，基本上也是繞開美元的體系。你看，每年至少2000萬桶以上，對不起，一個月2000萬桶以上。所以這樣子的規模的時候，基本上都是人民幣。所以也就是說，這次美伊談判，你看起來，你以為美國只要停火？更不是，美國要的更多。美國最後要把你控制你伊朗，而且你伊朗最後你只剩跟中國的交易是人民幣，其他你全部賣的油都又回到美元。你看這個當中是真的是釜底抽薪，不只是針對伊朗把你控制住，連你的美元跟中國大陸的幾十年體系，我瞬間把你打碎。所以為了最近的談判當中，為什麼很多東西卡住，大家都有火氣，因為伊朗沒有要買單。人民幣體系是幾十年來它的一個不是替代方案，它的生存之道。我只是為了要眼前的停火，眼前的荷姆茲的利益當中，我就不要了這個人民幣的部分交換，怎麼可能呢？伊朗也不是笨蛋，而且美國要的這些東西，你覺得伊朗來說，特別是他們現在精神領袖能夠接受嗎？好，所以美國提出了許多對於伊朗來說難以接受的這個和談的條件，現在看起來離談判這個和談已經達成，已經越來越遙遠。那接下來怎麼辦？有關於荷姆茲的海峽的問題，美軍能夠自己去掌控嗎？因為其實來自於外媒也特別點出了說，你美國今天要去掌握荷姆茲海峽，其實你是有困難度的，而且這4大點是最難的地方。第一個，伊朗可以持續的用廉價的無人機攻擊你，然後你的成本，你要去攔下來的成本非常的高。第二個，這個雷達雷封鎖站呢，美軍掃雷的能力雖然到現在為止現在看起來還不錯，但是多年來都沒有重大的突破。第三個是美軍呢，每艦一直忙着對空中無人機飛彈的飽和攻擊，但是水下伊朗還可以持續的對美軍產生攻擊。第四個是荷姆茲的海峽地形比較狹隘，方便伊朗不管是它的快艇做攻擊或其他的武器、地下掩體都對伊朗比較有利。那艦長怎麼看？首先我在想，如果你擔心他們會大打的話，我勸你先不要，因為現在所有看的跡象他都不會大打。為什麼？他們兩個我去形容就是一個小打小鬧，我打你一巴掌，你敲我一個頭，我踢你一腳，你又打我一拳，大概是這樣。如果他們做出2個以下這個事情那就是真的在大打，那就是殺手鐧。第一個，美國如果去轟炸他的那個能源輸出的島叫哈爾克島。如果美國把這個島炸爛了，我現在跟你講，你股票趕快跑，這個是一個不得了的大事，因為他在要伊朗的命。那伊朗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會做什麼？你知不知道？剛剛這個思敏有提到4樣，我跟你講，你只要擔心1樣，水雷，因為其餘的無人機啦、那個底下潛艦的攻擊啦、飛彈快艇啊什麼的。那些東西說停就停，好比說我今天要決定打你，我說不要打了，停，那就停了。可是水雷一丟對不起，沒完沒了。對，你永遠在那裡。那我舉一個例子，在2次大戰的時候有丟的一個水雷在上次俄烏戰爭的時候還發現了，因為那時候發現的時候我看到報上有登，大家說，哎呀，誰丟了水雷？然後一查是2次大戰的，你就知道它能夠存在多久，除非你把它掃除。那你以為掃除很容易嗎？美國早就想過，在這個荷姆斯海峽是多麼難掃雷。他在2012年的時候9月，有27個國家一起參加這個掃獵雷任務，派了獵雷艦去，在荷姆斯海峽，他丟了29枚的水雷，掃了2個禮拜14天。你知道他們掃了多少？最終的結果是1半不到。我最多告訴你吧，14個。有15個掃不了，你就說他掃雷有多麼的困難。所以，如果
這個伊朗說他把他幾千枚水雷布下去，如果你把我打死，我也不要命了，我丟幾千枚水雷。那第二個，你看听到這消息，你趕快把你股票全部跑掉，那是不得了的大事。至於現在打來打去的什麼恐嚇你，我炸你，這個那些都是小打小鬧。那至於你在想，美國這麼強大，他為什麼不去把這個伊朗的水雷的威脅給它解除掉呢？或是確保荷姆斯海峽的安全呢？那除非地面部隊進入伊朗。你想想他地面部隊進入伊朗，你想過嗎？他會死多少人？幾萬人都算低的哦。那美國這個民主國家，他還想我死幾萬人？我們美國人為什麼要死幾萬人呢？只要問到這個問題就知道，美國不可能動手的。所以到最後現在2個殺手鐧都沒有到，所以它不會發生的。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接下來關心北約峰會期間，俄軍對於烏克蘭的飛彈炸不停哦。烏克蘭如今面對的是最大危機是什麼呢？不是沒有反擊的能力，而是它的防空攔截飛彈正在被俄軍快速的消耗當中。難道這場戰爭很快分出勝負嗎？今天就這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北約的峰會期間，我們看到在這個前夕俄軍開始再一次的對基輔發動了這一次大規模的空襲。這一次攻擊包括使用的是無人機跟飛彈，對這個烏克蘭的基輔發動的攻擊，造成14人死亡，而且多達60人受傷，當然這個數據都還在持續的攀升，並且統計當中。這個攻擊已經是1週內俄羅斯針對於烏克蘭的基輔做的第2次攻擊了。普丁也是在向北約示威，還是也是在測試西方援助烏克蘭的決心嗎？因為呢，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烏克蘭面臨到最大的危機，不是它的反擊能力，而是它攔截飛彈的能力開始出問題了。俄軍使用的包括了彈道飛彈、巡弋飛彈，還有大量的無人機混合攻擊，讓烏克蘭的防空系統可以說現在是疲於奔命的。在這一波的攻擊之下，澤倫斯基出來說話了，他說他也承認烏克蘭的防空攔截飛彈供應現在是相當不足夠的，無法阻止彈道飛彈的攻擊。那麼我們也來看到一下實際的數據，也就是烏克蘭他這邊特別看到的這個是空軍的數據，它確實是無法攔下它的來自於俄羅斯的彈道飛彈。先來看本月，俄軍發射49枚的彈道飛彈，烏軍只攔下了4枚的飛彈。更慘的是，新的一波攻擊，俄軍射出了23枚的彈道飛彈，但是全部都沒有被攔截下來，都打穿了。那烏克蘭現在陷入的問題就是愛國者現在嚴重的不足，而且已經到了極限。他能做的事情沒有太多可以做的，但是他另外一頭持續的對俄羅斯的煉油廠、能源設施還有基地來做攻擊，試圖打擊能源來削弱俄軍的後勤，但是看起來也沒有太大的作用。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艦長怎麼看？烏俄戰爭好像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嗎？俄軍的攻勢不斷的升級，烏克蘭的攔截飛彈正在告急，是不是很快可以分出勝負？艦長怎麼看？第一，我先說，他剛剛這裡之所以攔截越來越攔截不到，這跟他的戰術是有關的。你看現在俄羅斯攻擊都是怎麼樣？先去幾百架的無人機，這幾百架無人機，你是不是我的防空系統通通都要盯着這些無人機，要準備打它？結果在無人機後面，它跟的就是導彈，那你很難去說我把你先解決掉，或者把你避開，那些東西都是目標。在一個自動追蹤的系統，那些東西你不能說我避開，我只要抓後面這個重的。然後這是第一個，然後第二個，其實我也不太擔心，因為現在這2個國家，俄羅斯跟烏克蘭都想停戰。你知道俄羅斯打到現在已經打了4年多了嘛，4年5個月了。他在2次大戰的時候，蘇聯跟德國才打了3年10個月，他比打2戰還要長。你想他還想再打下去嗎？而且拿破崙說了，打仗靠什麼？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那俄羅斯今年的財政狀況出了很大的問題，他們的年度預算，他原來預計他
算完虧空3.8兆，結果他第一季3個月完畢，他虧了4.4兆還是多少？就是說我3個月的虧空是我預計的125%，一年的125%，就是他錢有問題。那烏克蘭哪來的錢？烏克蘭是靠西方國家的支撐吶。所以說這2個國家這樣子下去，誰會最先消耗完？以烏克蘭現在老在想我怎麼防。如果你一直在想防，你就不要打。為什麼？攻擊是最好的防禦。你天天在防有什麼用？這些東西是沒用的。所以奉勸烏克蘭，現在如果你要打下去的話，你要打什麼？你知道？你要去攻擊俄羅斯的鈾能源設施，那個那麼大又跑不掉。你不攻他那個，你去打那個別的地方是沒有用的，防更是沒有用。要朝他的能源設施去打，讓烏克蘭不是讓俄羅斯經濟出問題。好，這個是來自於第一線戰事我們在看到的最新情勢哦。那其實呢，我們也來看到，除了俄烏雙方之外，最近美國有一個動作，大家說非常的奇特哦。為什麼突然間這個川普宣布呢要增兵？本來已經撤銷的，現在又決定要在波蘭這邊增兵5000名士兵放在波蘭。那目前波蘭它已經有8500名的美軍部署在這邊了。那為什麼這時候要再增加5000名的士兵呢？我們有得到另外一個消息，是來自於這個媒體報道，美國情報示警，俄羅斯有可能策劃對下一波攻擊的對象就是波蘭來發動武裝行動，來測試北約的集體防禦的底線。所以這邊情報單位也特別預估說，它接下來有可能會摧毀的，包括來自於波蘭當地的電網、輸油管等關鍵的設施，都可能會遭到俄羅斯的武裝攻擊，它的無人機攻擊。這是來自於美國情報單位最新的一個評估。那針對於這個美國在波蘭駐兵，現在波蘭的防長說，美國是最忠實的盟友。尚志哥怎麼看美國的動作？雖然其實剛剛有中央情報的中情局的部分的這個消息，但是這個5000名的派兵這件事情，要知道他甚至不見得是赫格塞斯能決定，他就是川普才能決定的。所以整件事情我們還是要整個拉清楚來看。也就是說，事實上是在去年的時候，針對於歐盟當中，其實川普已經表達了部分哈，包括范斯都提到說美國要撤兵。所以其實一直到今年5月的時候呢，其實是這樣子，他們沒有撤兵，但是对於美軍在波蘭的常駐當中，因為他們要輪調嘛。所以一旦輪調當中，其實5月的時候有一度叫停，也就是說輪調回去就沒有派來的。我們知道美國在波蘭的部分長期來講，它的駐軍約莫就是1萬人內，就剛剛講說可能8000多人，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規模。所以今年5月的時候，有一些已經輪調回去，然後沒有補。那這怎麼回事？所以這裡頭就出現一個敏感跟尷尬。其實波蘭國內其實有很多人表達不滿。然而，其實這次我們看到呢，最後還是川普還是就是確定還是再派5000人回來，基本上就是會補足了原先這樣子的規模。大家一定要知道哦，波蘭在整個歐盟包括北約的部分國家來說，真的就是模範生呢。美國要求他們要提高軍費，人家現在軍費的部分佔 GDP 已經4.48%，是全歐洲 No.1， 就給最足的。而且他們所有部分，大家對美軍基地，只要美國提出的要求，當然其實不是波蘭是舔狗，是波蘭是很謹慎的。对於剛剛提到俄羅斯當中的這個部分的風險，所以我認為這一波本身並不是針對俄羅斯或針對最近的俄烏情勢，是一個美國還是慢慢的恢復在整個對歐蘭的駐軍。我們要注意哦，川普他們先前放話說要離開什麼跟北歐跟北約的部分，但是最近有好多東西看起來慢慢的對普京跟俄羅斯好像並不是怎麼友好了。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那烏克蘭的動作最近也很多，開始在全球要來招士兵哦，募兵。那麼鎖定的是有軍事經驗跟願意參戰的外籍人士，月薪最高。這邊根據媒體報道，第一線1萬美元換算新台幣32萬元，招得到嗎？幹哥怎麼看？好，其實老實講一句，烏克蘭這種就是招募傭兵啊，招募傭兵的方式，我說句實在話，做得非常好。為什麼？把錢講清楚。把錢講，一開始沒有講太多。我跟你講，而且他不但先把錢講清楚，而且說依據你的專長，你想要在這個加入什麼樣的軍種的話，我們都照你的意願啊，好不好？然後你說一個月有30萬台幣，就等於1萬美元的那個薪水啊，這麼好啊？不是這麼好。我跟你講，他是這樣，他有分層的，你知道？他是說你這個基本的薪水大概是23000塊台幣，但是呢，你每日的加給哈，
就是你守在防空洞裡面，就是陣地裡面的哈，每天給你加7800塊台幣。然後呢，如果說你要出去打的話，每天給15000台幣，哇，那就很多了，你知道嗎？你如果是要當突擊兵跟傘兵的話，每天加3萬台幣，哇，那這樣加。